哈米德此时并没意识到对方是针对自己，他觉得这帮人的真实目标是万龙殿，说不定是另一个与万龙殿有竞争关系的佣兵组织。于是他脑子里便开始琢磨起了自己的处境。对方既然要搞一个大事件，把脏水泼在万龙殿身上，那今晚就肯定要在这里大开杀戒。那自己和2位夫人该如何是好？自己这次来是用了一个虚假身份，为了不暴露目标，自己也没带什么随从卫兵，眼下可以说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就在他内心一片绝望的时候，他忽然看见人群中抱头蹲着的萧长坤和马兰。这一刻，他忽然松了口气，这2人是叶老弟的岳父岳母，那叶老弟肯定不会袖手旁观吧？只要坚持到叶老弟出现，是不是就有救了？当初叶老弟一个人杀到我的基地，神不知鬼不觉，而且无人是他的对手，想来对付这些人应该也不在话下。想到这里，他不由扭头看向入口处，看着那几个荷枪实弹守住门口的黑衣人，他心里不禁感慨，我的叶老弟，你说你咋不来参加 party 啊？你要是也在这帮屌毛还不是眨眼间就让你制服了？万一你要是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可怎么办？救不了我不要紧，救不了你岳父岳母，你老婆那边你怎么交代？此时那黑衣人首领余光打量着哈米德，见哈米德总是悄悄看向门口，心里还在纳闷，这家伙该不会做梦有人能来救他吧？他的行踪我早就了如指掌，这次来度假根本就没带随行人员，怎么可能有人能救得了他？如此想着，黑衣人已经做好了接下来的打算，只要通讯恢复，自己就让这些游客和明星打开网络直播，在直播中大开杀戒，干掉哈米德的同时，再把所有脏水泼到万龙殿的身上，然后在马尔代夫政府军赶到之前迅速撤离，一切天衣无缝。就在此刻，叶晨已经悄无声息地靠近酒吧，他看到几名黑衣人带着岛上的经理从酒吧出来，就知道对方一定是想检修网络，灵气覆盖整个酒吧，察觉到其中形势相对稳定，他便猜出了对方的意图。想必在网络修好之前，他们不会对酒吧内的人大开杀戒。于是叶晨立刻转身跟在几人与那经理身后，待对方离开酒吧外围警戒人员视线，走上白马岛上一条蜿蜒茂密的丛林小路时，他从后面忽然开口说道，你们几个都给我站那儿。几名黑衣人吓了一跳，立刻端着枪转过身，漆黑的枪口全部对准叶晨，同时几人紧张地看着他，其中一人脱口质问，你什么人？找死是不是？叶晨一边大步走向几人，一边淡淡道，没错，是找死，有能耐就赶紧开枪。那经理认出叶晨是岛上的客人，赶紧说，叶先生您可不要冲动，他们真会杀人的。餐厅外面很多尸体，血流了满地。叶晨微笑道，放心，他们杀得了别人，杀不了我。中间的黑衣人听出叶晨应该就是岛上的客人，顿时骂道，妈的傻叉，你以为我们在这拍电影呢？去死吧！说罢，他毫不犹豫地便要扣动扳机，可是下一秒他忽然发现，平时轻轻松松就能扣动的扳机，此刻仿佛跟枪身完全焊死了一般，怎么用力都扣不动。他整条手臂因为用力已经青筋暴起，搭在扳机上的手指甚至都要因为巨大的力道而折断，剧痛从关节处袭来，让他满头满脸都布满汗珠。可即便如此，扳机依旧纹丝不动，他整个人大惊失色，连忙对其他人说，这个人不对劲，快开枪打死他。几人收到命令，立刻也要扣动扳机，可是他们的情况与中间那人一般无二，扳机根本就扣不动分毫。几人惊恐地喊，队长，我的枪出问题了，扣不动啊。我也是。那队长立刻想要去按通讯器的通话键向队友求援，可是他这时才发现，自己的手竟然也莫名其妙地动弹不得。他瞬间惊出一身冷汗，看向叶晨，紧张地问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是不是你捣的鬼？
叶晨冷笑一声，不屑地说，这不是你爷爷我搞的鬼，是你爷爷我施的法。说罢，他眉头微蹙，满脸杀气，厉声喝道，说吧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来这里到底要做什么？说得好，我就给你一个痛快，说得不好，我会让你比死还要痛苦。那人立刻怒喝道，我不管你是什么来头，你都不可能从我的嘴里问出一个字来，不信你就放马过来试试。叶晨不屑地说，我是你吗？就你这种垃圾也配让我费心费力？说罢，叶晨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房卡，手腕轻轻一挥，灵气包裹着房卡高速旋转着飞了出去。被灵气包裹的房卡，其锋利程度堪称削铁如泥，而且周遭的灵气又如同一条屏障，保护着房卡不受任何侵害。房卡在空中划过，发出一声破空之音，唰的一声，在那人身边绕了一圈，便将那人2条手臂从肩膀处齐刷刷地斩断。那人2侧肩膀处忽然露出碗口大的伤疤，血液如2个爆裂的消防喷淋一般疯狂地喷涌而出，溅得周围几人满身满脸全是又热又黏又甜又腥的鲜血。而更神奇的是，那房卡没有沾染任何一丝鲜血，在空中划过一道白影，又回到了叶晨的手里。此时的叶晨修为经过了林婉儿那枚戒指以及4方宝状的轮番摧残，比之前又有了极大的进步。虽然穿魂刃已经没了，但是他可以随便用任何东西来替代穿魂刃，即便只是一张小小的房卡，也能被他用来斩杀千军万马。这些人哪见过如此匪夷所思的阵仗，一个个吓得失魂落魄，而那被斩断双臂之人，疼到几乎昏厥，想要大喊来缓解疼痛，可喉咙仿佛被无形大手死死卡住，拼了命也只能像垂死的老狗一般，发出几声低不可闻的呜咽。那经理看到这一幕，整个人浑身剧烈抽搐一阵，紧接着便白眼一翻，倒在地上昏死过去。叶晨没有去管那经理，也没管那个被斩断双臂之人，而是看向其他几个满脸鲜血的家伙，冷声道，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，要不要老老实实的回答问题？其中一人连忙脱口而出，大哥饶命，我说，我什么都说。其他几人也纷纷附和，我也愿意说，我也愿意说。叶晨看着其他几人，淡淡道，晚了，我只要一个活口。说罢，房卡再次甩出去，一眨眼的功夫便直接将这几人喉咙割开，瞬间倒地身亡。唯一的幸存者吓得瞬间尿了裤子。他虽然平日里也杀人如麻，但是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恐怖的景象。叶晨杀人的手法在他眼里已经堪比地狱修罗，而且这种杀人不眨眼，甚至没有任何废话，毫不拖泥带水的行事风格，比死神还要可怕。他惊恐至极，只能一边不受控制地撒着尿，一边颤抖着说，我们是受雇于美国黑水公司的雇佣兵，到这里来是为了帮叙利亚的反对派暗杀哈米德，顺便制造一起恐怖袭击，再把脏水泼到万龙殿的身上。叶晨想过这些人是来暗杀塔瓦纳的，也想过这些人是来暗杀伯纳德·埃尔诺的，但没想到这些人竟然是来暗杀哈米德的，而且竟然还是受了反对派的雇佣。更让他想不到的是，他们不但要杀了哈米德，还要把恐怖袭击的脏水泼在万龙殿身上。他皱眉问道，他们只是想杀掉哈米德吗？杀掉了哈米德，哈米德那些将领、士兵还有驻地，他们能拿得下来吗？对方赶紧解释道，这次反对派是和哈米德手下一位高层暗中合作的，只要干掉哈米德，他就能在哈米德军中发动策反，带领一部分将士投靠反对派，到时候里应外合就能拿下整个哈米德的基地。叶晨点点头，想明白这一招中的狠辣与歹毒。如果他们这一次计谋成功的话，不但能够得到哈米德的基地，收编哈米德的军队，还能让万龙殿被迫成为世人眼中的恐怖组织。到时候他们甚至能够联合黑水公司对万龙殿发起攻击，要是再把万龙殿赶出去，那他们简直就是一举多得。而且黑水公司既然参与了这件事情，
那肯定与反对派已经有了深度绑定，很可能把万隆店赶走之后，他们就打算鸠占鹊巢。哈米德昨天才说过，反对派承认之前万隆店与政府的协议，没想到这帮人骨子里竟然打算来一个黑吃黑。叶晨心里有些厌恶，他最恨言而无信、背信弃义以及背后捅刀子的人。反对派这么搞，若是不给他们一点教训，万隆店在那里投入的大量基建，搞不好就要为他人做嫁衣了。想到这里，他忽然心生一计，你们既然想一石二鸟，那我就让你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黑水公司今天落在你叶爷爷的手里，只能怪你自己不长眼。